暑期档的电影啊，很多朋友看完了，觉得很有感慨。什么感慨呢？暑期档电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今年的暑期档是被小鲜肉们演的烂片给霸占的这么一个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举几个典型例子。你比方说，很多人冲着这个《盗墓笔记》4个字到电影院看这个电影。我这种人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不会有人发现。我叫张起灵。没有别人，我叫吴家既然走了这条路，就得一直走。吴邪追寻秘密，一定会承受知道秘密的后果。这个片子票房是非常不错的，可是口碑却很差，很多人看完之后不知道讲的是什么。那么另一个小鲜肉吴亦凡也很活跃，他在暑期档里有几部片子，片名都挺长，什么《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还有一个片名叫《夏有乔木，雅望天堂》。反正你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票房也不错，为啥？粉丝捧啊，喜欢小鲜肉的粉丝恨不得一人买3张票，到电影院反复的给他们刷票房。可是对于大多数热爱电影艺术的人呢，看完这个电影都感觉很失望。就除了你能看这些小鲜肉长得挺漂亮之外，其他什么都没看见。就这样的烂片到最后弄得很多人呢，连到电影院看电影的欲望都没有。所以其实长久以来呢，我们很多的电影迷啊，也都了解到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现在的小鲜肉啊，这在一个看脸的时代啊，越弄越厉害。不光是演电影，包括演电视剧，那价格要的都高得吓人。相反的，一些真正的我们说艺术家，这个价格跟他们比差了老大一块了。所以这个事儿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不公平啊，说你们这演技烂到这个程度还不知道上进，经常这绯闻那绯闻闹出来了，结果你们这片酬蹭蹭的往上涨，甚至一部电视剧敢叫价1个多亿，一个电影也敢好几千万就这么要，说这也太不合理了。其实不光我们很多人看着不合理，对这个现象觉得气愤，咱们的政府部门也觉得不合理。所以今年8月26号呢，广电总局党组啊下发了一个通知，表示要坚决遏制天价片酬。你看着这里头没提小鲜肉，可是几乎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天价片酬4个字主要是针对小鲜肉而来的。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就为小鲜肉鸣不平，说那你粉丝愿意掏钱，人家挣钱，人也没偷没抢，你这个管的是不是太多了？其实你要说管这现象，韩国的电影市场比我们要发达，韩国就曾经这么管过。在这个2007年前后呢，韩剧呢已经风靡整个亚洲了，中国人也都爱看这韩剧。那么那个时候呢，韩国的影视剧行业就被这些漂亮的帅哥靓妹给霸占了，他们的价格是越来越高。结果在2007年呢，韩国的影视剧协会呢出台了一个通知，就说你这样的这个小鲜肉级别的啊，就说这个俊男靓女演1集韩剧，最高片酬不得超过13万韩元。那么当时引起很多演员的不满。我们都知道原来有个出名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叫《冬季恋歌》，主演叫裴勇俊，大帅哥。裴勇俊就来气了，我演1集韩剧88万韩元呢，这下不能超过13万韩元，这给我砍去多少啊？我不干了。他呢干脆就不当演员了，自己呢下海做生意去了。可是呢有非常多的韩国的演艺圈人士认为啊，这个举措很必要。就如果你把这钱呢都搁到这个演员身上，那整个这剧的制作呀，包括剧本各方面都会一塌糊涂。这投资就那些，所以长久下去是不利于韩国影视界的发展。所以韩国很多影视圈的有识之士呢支持这个事情。那么好，韩国的情况毕竟和中国不一样，因为韩国市场就那么大，而明星那么多，而中国呢13亿人的市场，明星不那么多。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就得抛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这么大的市场，就这么些明星，粉丝呢愿意掏钱，那是不是这些小鲜肉挣这钱就是合理的呢？就没有问题呢？咱们这期就给大家说说，小鲜肉拿这些片酬是合理呀、合法呀、合情啊？就是我们说广电总局出台这样一个遏制天价片酬的通知，到底是不是解决当前中国影视界出现诸多问题的一剂良药呢？咱们这期就给大伙集中说说小鲜肉身上的大问题。首先咱们要说的问题是呢，小鲜肉他挣这个钱到底合理不合理？我们要合理呢，就往往呢把它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就说这个人该不该拿这些钱呢？我们要看他的实力。
就像说你有本事你挣钱，那没本事也挣钱。咱们有的人看着没本事挣钱，你家里有门子有权利，或者你外面邪道背地里违法等等等等，咱就认为他不合理。那么我们看小鲜肉呢，如果我们用实力衡量的话，说他挣这些钱合不合理，咱们可以做个比较啊。小鲜肉的演技除了这个卖酷耍帅，我真的没看到他演技有什么进步。很多粉丝一听这很愤怒，你知道我的偶像背后多努力吗？你知道他背后流出多少辛勤的汗水吗？对不起，我真的没看到。就这段时间来看他们演的东西，在哪个里边都这么演，迷离的眼神，耍酷的表情，对着镜头搔首弄姿，以为把眼神弄得很空洞，就会把粉丝迷的不得了不得了的。我没觉得他们演技有什么提升和进步。这架势哪是迎宾呢，是送殡吧？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再看那些诸多的老戏骨。咱一说老戏骨，很多人想起说仁义这些人，什么杨立新呐、濮存昕呐、何冰啊等等等等，包括陈宝国呀、陈道明等等，确实他们演电影的价格呢也不低，演电视剧的价格也不低，但是绝对没有高到现在小鲜肉要价这种离谱的程度。而且你会看到有另外一个并不公平的现象呢，就是这些人演话剧，这个仁义的话剧演员的演技可以说是中国演员的顶尖的。因为我们说演电影，你这段演不好，停，再来一遍，再送一条。那小鲜肉片场 NG 多少回都无所谓。可是如果你让小鲜肉上话剧舞台，你试试，话剧就好比现场直播，你能说这段演不好重来吗？底下观众得骂死你。所以话剧演员他本身比电影演员的功力要深厚一些。那我们看仁义这些话剧演员出场费是多少钱呢？这我都不好意思在这跟大伙说。我举个例子吧，陈道明，中国顶级的演员，原来天津仁义出身，以前也演过话剧。前2年呢，跟仁义的台柱子何冰两个人合作呢，演了一个7幕话剧，叫《喜剧的忧伤》。这个剧难度大在哪儿？从第1幕到最后1幕就是2个人，没有别的角色，很吃功夫的。陈道明演一场多少钱呢？1500块钱，这就是中国话剧界的现状。顶级的话剧演员，即使这个话剧市场很好，他们能够通过演一场话剧得到的钱，一般也不会超过1万块钱。那我们这一比较就看出，你说这些人的演技，你说何冰的演技啊，濮存昕的演技，要比这些小鲜肉高出一大截吧？可是他们根本不可能拿到小鲜肉那么钱。所以咱们要讲道理讲的话，这不合理。那好，不合理是不合理，它合不合法合不合情呢？虽然不合理，但是我认为合法又合情。合法体现在哪儿呢？人家没偷没抢，你愿意给的。你说人这个要价是啥？不是说我认为我值多少钱，那小鲜肉认为说我像比尔盖茨一样，我值300亿美金，那你得有人给算呢。你要是你要价，如果要总没有人给，你还要啥价呢？那你不成精神病了吗？你一要就有人给，我说这叫合法，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以这是合法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合不合情呢？它也是合情的。为啥？有人捧啊，有人捧，这电视台有收视率，广告什么的就能上来呀。电影一说他来演了，粉丝乌泱乌泱，一个人买3张票，票房就上来了。所以投资方和导演当然愿意拍这样电影了。所以这是合情的。那么说合情，他的钱赚的什么钱呢？就是粉丝不理性的钱。说白了，粉丝有的时候就带着浓厚的不理智情绪，只要是你演的，不管烂成啥样，支持支持，坚决支持。所以粉丝的盲目消费和不理性的追星带来了小鲜肉身价的提升。所以我要分析这个事儿，它虽然不合理，但是合情合法。而且我刚才也说了，中国13亿人的市场，明星你查查有多少人？就这么大一个市场需求，中国现在明星其实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跟不上这市场需求。所以使一些呢光环比较集中的明星，他的身价蹭蹭蹭往上涨。所以这对于中国市场来讲，它也是合情的，也是合法的，没有问题的。那么说是不是合情合法，虽然有点不合理，就可以任由它大行其道呢？就这个接下来我们要细致分析一下，就是任何一种合理的事情，它都不能超过限度。如果它超越了它限度之后产生了副作用，我们就要衡量这个副作用和它原来合理的部分是哪个利大弊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说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那么眼下呢，小鲜肉合理的获得了这个片酬，目前看市场的副作用已经越来越大。为什么说它有什么副作用呢？我可以给大伙掰开揉碎的说。你比方说我们看《盗墓笔记》，就是我们看是奔着说这个原著啊，说这名气很大，说这里边我们再看看小鲜肉，很多人看完说我看不懂。
没看明白。很多人说啥没看明白？你得先看小说，看完小说再看电影就明白了。我认为这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看那个原来斯皮尔伯格拍的《辛德勒的名单》，获得奥斯卡奖的，也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人家可没说你得先看小说再看电影。为啥？电影跟小说是不同的艺术，你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你电影也要把这个故事讲好。你主要面对的是没看过这个小说的人，所以这种说法典型的理屈词穷，这是不对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不会请一个大编剧好好打磨打磨，把这情节故事都讲清楚吗？问题是小鲜肉的片酬要太高了，那剩下的钱就不多了。所以我说，当这个小鲜肉的片酬特别高的时候，会挤压电影原来本身的成本。你看，正常来讲，好莱坞的影片呢，它也有大牌明星，好，请大牌明星的这个钱，至多不会超过整个电影投资的一半。比方说，我拿这个2000万美金投入，那么演员片酬也就1000万美金，剩下1000万美金呢，编剧啊、导演呢、后期制作、道具、场景等等等等，花到这个上面。你想着，你给演员这么多钱，这些小鲜肉要价那么多，你就给他，剩下的钱咋办？你剩下要干活的，那请其他演员只能请便宜的，给他搭戏的就水平就很糟了。再一个，到制作这块更是粗制滥造了。我没多少钱呢，本来说我在这个巴厘岛夏威夷拍的，那没办法，就在密云水库找个地方吧，搭个景得了，反正有水就行。本来我后期要请顶级的剪辑师，请不起了，那就电影学院刚毕业的学生们，你来凑合着给我剪吧。你看，所以你整个电影的质量就会严重下降。就我们为什么说小鲜肉经常演着烂片呢？一方面是小鲜肉的演技足够烂，再一个他把这个空间薪酬都给挤占了，真正的投资剩下用到制作的没多少钱了，那制作也烂，演的也烂，那合到一块俩烂合一烂，这电影能不是烂片吗？所以我说它第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就是造成了整个电影制作的投入已经不大了。第二个呢，它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粉丝一欢迎，这边有票房，然后接下来再看人再转悠，时间这么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它只会是价格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且现在这些小鲜肉呢，已经给惯的呢，出现了非常多不正常现象。比方说有个小鲜肉一说接着电视剧，说你这个导演说呀，这个有这人物小传你看一下，台词呢你背一背，你分析一下人物心理，给我写一个这个人物的笔记。结果这小鲜肉说，你别指着我在你这片子投入太多精力，你也别指着我理解你的角色，我就告诉你，我这张脸出现你片子里，那就是对你这戏最大的贡献。演员这个演字是非常重要的，你不是到那卖个相就拉倒了，你不是个模特啊，一身玻璃球子露着肩膀头子晃着胯骨轴子就完事了。你是个演员，你得深入人物，得理解角色。哎，我这脸出现对你就是最大贡献，这叫什么话呀？这是。结果最终他实际上在荧幕上体现出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张漂亮的脸，别的什么都没有。你这样的话，你想想对于他的后来这些人是个多么坏的示范作用。是不是我卖脸就够了，我根本不用考虑演技的问题，而且我要漂亮我就通杀，我粉丝多我就牛。他根本不愿意在演戏上下太多功夫，这是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说现在出现的这些不正常现象，它已经极大程度的破坏了我们现在影视圈的正常生态。所以我就说小鲜肉拿片酬的合理性已经出现了太多的副作用，当这个副作用一点点要超越合理性的时候，那么政府这时候出手，我认为是很及时的。所以我说这种方式呢，是看到副作用大了之后，政府的一种正常调控，我觉得是这方面是完全合理的，应该这么做的。那么我说的是，有的朋友说老梁啊，我发现你对小鲜肉就有偏见，你嘴里从来没说过小鲜肉好。我告诉大家，他的演技真要到那儿，明眼人一看就能看着。你想一张脸就把我骗过去，这很难。你别说你是个男性小鲜肉，你就女性靓女，你演的要垃圾，我们这些评论电影的一样会实事求是的说你的演技。这个不存在我们说个人好恶的问题。我的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喜欢小鲜肉的朋友一定会抬出来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老梁长这么难看，你嫉妒人小鲜肉，这不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爱美这一点呢，是中国一个传统啊，世界范围内都如此啊。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魏晋时期有个大美男子，姓魏，卫生的魏，叫魏介。这美男子漂亮到什么程度呢？他住在洛阳，他一上街引起人围观，
很多女孩把鲜花和水果往他身上扔，就跟现在给你扔钱似的道理一样，我喜欢你呀，乌泱乌泱的。结果这韦介死也死到这上头。有一次这韦介呢上街呢，围观的人太多不让他走，他这个身子骨本来就软，这围观的人一多，他一迷糊，心脏病犯了，27死在街头了。《世说新语》真实的记载了这段，结论是看煞韦介，就大伙围观看他，把他弄死了。这搁现在叫围观致死。你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自古以来都有。但是问题呢，我说这个美是什么样的美？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里强调，男人的美是有阳刚之美，女人的美有阴柔之美。你就看我们以前说大伙看王新刚啊，过去说男看王新刚，女看王小棠，那真是男的有阳刚之美，英俊。你注意，英俊不光是俊，还有英。就是我们说我们欣赏男人的美，这个颜值其实还包括他一种阳刚之气。可是现在你发现很多小鲜肉呢，不是阳刚之气，很阴柔。而且这些年我们发现好像越是这样的，越受一些小孩的欢迎。我曾经在我的别的节目里剖析，我说这是怎么带来的？这跟我们的教育有直接关系。就这些年来，大家看中国的孩子，像80后、90后成长的过程，尤其是小学、幼儿园乃至初中阶段，你看看男老师有几个，基本上都是女老师。尤其小学里边，所有老师几乎都是女的。结果出现什么情况呢？男人要带孩子，比方说抱着孩子，哎，爸爸亲亲，哦，往起扔，也敢冒险，领着男孩子走，儿子跟我钓鱼去，来跟我爬树什么的。女人不是，女人偏保守细腻，哎呀，别这样别那样，孩子你可别出事儿。所以都有女人带孩子，就容易把男孩带的内向、保守、软弱，这些问题都出现了。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记得90年代有一个动画片叫《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那个动画片真不是上乘之作，可是很多人爱看，孩子爱看，为啥？孩子心里渴望和爸爸在一块玩。那么这种教育10几年形成下来的传统，这孩子一天天长大，他非常欣赏男人当中这种阴柔之美，甚至成了一种主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最后在影视圈的一种反应。所以我说这是很多人热捧小鲜肉的社会心理基础。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就出现了，就小鲜肉是真有一堆人捧，而且真心实意、真金白银的往出掏。你说我们生活当中一个男孩，现在我们看周围的男孩，我就想我的小的时候，我们所说这个男孩女孩真是泾渭分明。那男孩野小子似的疯玩啊什么的，敢尝试敢冒险，女孩呢很文静。现在有时候你在学校里甚至在生活当中接触，哎呦那些就非常大气的敢干的这女汉子越来越多，而那种很阴柔的男孩越来越多。就像电视里采访一个女孩说你有没有男朋友，这女孩噌从地上拿起一桶矿泉水扛肩膀，你看我需要男朋友吗？现在这样女孩越来越多。而相反你看一个男孩文文静静的，甚至这个说话时候这娘里娘气的非常多。那么好，我们把这个现象剖析完，有人说你就嫉妒人小鲜肉，人挣那些钱怎么了？人自个儿愿意。我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推心置腹的跟各位小鲜肉谈的这问题。你以为你拿这些钱真正拿的就稳当吗？拿的就好吗？如果你还想吃这碗饭，这种方式你早晚要转型。你一定得从自己的演技上着手，怎么一点点提升。他为什么呢？你看现在的实力派，我举个例子吧，你比方说那个陈宝国，大伙儿看他演《大宅门》啊，这些戏说真好。陈宝国当年是地道的小鲜肉，他当年演电视剧，我那时候看过《赤橙黄绿青蓝紫》，他里边演一个很有叛逆感的青年，人也漂亮也大气，当时还得了金鹰奖的最佳男主角。那么人家完全可以靠脸吃饭，就接着玩颜值就够了。没有，他接下演电影，演一个角色你都想不到，是冯骥才老师的作品《神鞭》。《神鞭》里他演谁呢？不是演那主角傻二，他演个流氓，是个玻璃花，说白了眼睛这样的那个，是一个流氓。他为这流氓设计了很多一些动作什么的，一看不是个好人。而且为了把这玻璃花演像呢，他把那塑料片磨薄了之后，就生生的搁到眼睛里头，就像隐形眼镜似的，一天下来这眼睛红的流眼泪，真下功夫。演一个角色立一个角色，甚至主动打破自己原来英俊的形象，我愿意接这角色，才有陈宝国今天这个实力派的表现。有人说那都那么些年了，咱说现在的很多朋友熟悉刘烨吧，我的东北老乡，
刘烨一开始演的《蓝雨》那电影，包括后来《血色浪漫》呢、《硬汉》呢、什么警察故事之类的。我是老三，是好人。我们这儿有规定，不准抽烟啊，不许抽烟。为什么不准？有规定。抽烟怎么了？不好，不抽难受怎么办？多喝水对身体好。抽烟不好。你有毛病！你现在的罪还不重，待会儿咱们把事聊清楚就行了。咱们大事化小，我可以帮你证明是主动终止犯罪。你帮不了我，现在是我的时间，还有18分钟。别过来！我妹妹小薇不应该死，所以你要伤害更多的人。如果小慧活着，愿意看见你见吗？可小薇她已经死了，她回不来了。开枪吧，你立功，我也了结了，一举两得。当然，也许会有意外。求你先放了我女儿。好，我放了她就结束了吗？刘烨就是一步一步的，是按照实力派给自己设计的。我抛弃自己的形象，我一门心在演技这条道往前跑。就像我们这些年看到的，无论是国外的这个里奥纳多，还是咱们国内的谢霆锋，都为了能够在演技派这领域扎住，把自己的形象甚至毁掉。我不玩那些颜值的东西，我玩实力。我即使达不到，我努力的往前走。为什么要这样呢？小鲜肉总有一天是要老去的，而且比你年轻、比你漂亮的人跟上来就把你顶掉。所以你这么下去，你吃青食饭能吃几年？当然，除非你呢，就我挣了钱无所谓了，我后半辈子我就想咋咋的了。那你要不求上进是另一回事。真想上进，小鲜肉早晚要转成实力派，你得往这方向靠。你现在这么匆忙的接这个戏接那戏，把一些宝贵的机会仅仅当做赚钱的机会，那你要丧失多少机会？你能有多少时间去打磨自己的演技呢？真想在这行立住，咱这么说，很多小鲜肉现在挣钱已经足够了，你不缺钱了，钱多少是多呀？你将来怎么办呢？有更漂亮的上来，你马上就被淘汰了，人家迅速就会被你忘了。你如此在影视圈潇洒走一回，作为一个演员，从一个职业感来讲，你心甘情愿吗？你肯定不愿意接受。所以我说，如何从一个偶像派往实力派过渡，这是现在所有小鲜肉要考虑的问题。而我现在感觉有些顶级的小鲜肉，我没有看到他们现在演技有多大提升。可能本人也正膨胀在这个过程，如此多的粉丝捧我，既然你们这么真心实意啊，我不管啥样你们都捧。这就我说，粉丝有的时候容易把偶像给害了。就我举个例子，我说这中国足球，咱们很多人喊胜也爱你，败也爱你，我这口号就把中国足球害了。胜也爱你，败也爱你，那这输了反正你也爱我，那我还赢啥呀？你只有赢了我捧你，输了我就骂你，我用脚投票，我甚至不看你的，我不到足球场看你球去，这才能刺激你往上涨。就像我们国内有的商品似的，如果一个劲儿捧国货，它假冒伪劣我们都捧，那这个产品质量怎么上去？只有它不好的时候，我们选择抛弃它，它才能知耻而后勇。可是现在我们很多粉丝呢，甭管小鲜肉演成什么垃圾样，我都捧你，这样对小鲜肉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说我们不是排斥小鲜肉，她漂亮，很多人爱看，只不过小鲜肉在我们影视作品当中的比例应该是多大，那么粉丝捧她的程度应该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呢，把控影视圈核心资源的人应该怎么合理的把小鲜肉融入到影视资源当中。所以我最后呢是想和这些投资人，我们开诚布公的说上一句话，小鲜肉是什么呢？小鲜肉不是我们人人都离不开的主食，它只不过是一道甜的发腻的甜品。小鲜肉也不是做菜必不可少的盐，它只不过是提味的味精。如果我们吃的东西不要了主食，不要了盐，就剩下甜品和味精了，那毫无疑问这个东西一定是垃圾食品。那好，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要远离垃圾食品。那么影视作品其实关乎的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健康，我们更应该远离垃圾食品。我是认为小鲜肉充斥影视圈这样一个现象，其实就等于在精神世界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垃圾食品。所以说，无论是投资人、影视圈从业者，还是我们这些电影迷、电视剧迷，都应该自觉地对这个现象进行反思。所以我说，遏制天价片酬这个事儿，起码从我这看，我认为是合理的。
它有助于中国影视圈的自我净化。任由这个现象发展下去的话，那带给我们只能是越来越多的垃圾作品。他们曾是红透半边天的荧幕小天使，却在长大后成了让人陌生的三流演员。伤仲永的悲剧在影视圈中不断上演，让人扼腕的童星魔咒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出名要趁早成了童星们的座右铭。在过早成名的背后，童星们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本期节目，不敢长大的童星。这一段时间呢，经过暑期档的激烈厮杀呢，应该说特别值得大家期望的电影呢，不会在9月份这个时段上映。那么下一个厮杀比较激烈的时段呢，就要进入到了国庆档。现在你看有很多电影呢，也在这个时候啊，纷纷是没等上映呢，先去炒作话题。你看这2天有一个电影话题炒得挺热，这个电影名字叫《夺路而逃》，说的呢是一个喝多了的一个富二代，他酒醒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惊险悬疑的故事。那么这个戏呢，炒作的点呢就在他的主演身上。他的主演演这个富二代的呢，名字叫张一山。我估计现在很多这个年轻朋友对他会特别熟悉，因为可能大家刚从网络上看了一个网剧，名字叫《余罪》，他在里边就演一个像痞子似的警察，还是演的卧底，挺刺激。那么更多的朋友熟悉这个张一山呢，是从当年呢宋丹丹主演的一部情景喜剧《家有儿女》上边。这张一山呢和另外一个女孩叫杨紫，他俩演家里这一儿一女，非常受大家欢迎。一般来说，我们好像说这个童星啊，小时候就演呢，到大了都不怎么好。可是你发现呢，这个张一山和杨紫2个人呢，可不是那样。他俩呢一天天大起来了，现在成青年人了，开始演电视剧，电视剧也火，最近又开始拍电影。包括杨紫也在拍电影。这电影呢，业内人士反映啊，口碑也不错，说这2个人演技还挺好，而且这个市场上的人缘非常不错。这一点有的时候是出乎我们很多人的判断，因为我们经常想起那么一句话嘛，叫是这个小时家家，大事未必了了。就说你呀，小的时候很聪明很厉害，到大了往往不理想。所以你看电影圈和影视圈里就这样情况特别多。因为我记得去年有一个3流的恐怖片啊，叫反映这个我们东北老家有一个民间的一个恐怖传说，猫脸老太说专门吃小孩什么的，有那么个恐怖片，名字叫《七夜追魂》。在这里头谁演的呢？当年著名的童星释小龙和郝邵文，他俩演的。可是呢，演完了大家说这片子够烂的，释小龙也没什么发挥余地，太一般了。郝邵文在里面就是个打酱油的。纯牌是呢，借这2人当年小孩时候那腕儿。是我们一想，释小龙、郝邵文，那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多火呀！什么这个新乌龙院，什么旋风小子，等等等等，这俩人呢就一对孩子，太可爱了。可是现在你看他俩这状态，郝邵文其实已经不干这行了，偶尔回来就是客串一下子。那释小龙呢，虽然后来又演了《少年包青天》呢，等等等等，但跟当年火的程度那差太多了。所以很多人就说，你原来小时候很厉害，尤其是童星，到大了基本上都够呛，要不就成3流演员了，要不就销声匿迹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小童星到大了就不行了？而为什么张一山、杨紫这样的现在还可以？咱们今天就给大伙儿来解释一下，在影视圈流传已久的童星魔咒是怎么回事。说这童星魔咒是啥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小时候不错，到大了不行了，这叫童星魔咒。而且你好像小时候名气越大，到大了越不行。这个童星魔咒来自哪儿呢？是上个世纪20年代啊，卓别林在他一部片子里呢，找了一个叫杰基库根的孩子，8岁的孩子，演了一个5岁的弃儿。这个杰基库根呢，被称为第1代童星。那么从好莱坞有童星开始，童星魔咒就同步开始了。就只要是这童星，不论你火到啥程度，只要一大过了这个青春期，完了，水平大不如当年。顶好的是混成个3流演员，那差的就不定啥样了。说这童星魔咒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看咱们还拿前面这个释小龙和郝邵文，咱们拿他俩说。这个释小龙呢，当初起点特别高，他是88年生人，释小龙你一算现在也不小了，28、29岁了都。他是1992年被导演相中的。他小的时候呢，到少林寺干嘛呢？拜那个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为师，
真学少林武功，就他确实功夫上是有两下子的，而且很小的时候拿过全国武术的几个大奖。很多人说这将来这都是李连杰的接班人，打的还特别好看，而且演的还不错，板着脸孔一本正经的样子啊，就像个小的有道高僧似的，很招人喜欢。那个时候王宝强曾经在少林寺呢待过些天，后来跟别人还以这个事儿为荣耀啊，我陪释小龙打过扑克呢，那小孩在那我们一块玩这个。所以释小龙当年那个名气是特别特别大的，而且功夫也漂亮，演的也好，那台词特别有意思。我记着这个说这个郝邵文小年纪看上个小女孩就失恋了，直哭，大伙看这个可乐。这方丈过来了，这是一脸皱纹一把胡子，哦，这是歇斯底里吐鲁西斯症候群。释小龙站着往上看一眼，哇，好有学问啊！当时给你看的这个乐。精神感官歇斯底里，毛细穿梭感觉吐鲁西斯症候群。哇，好有学问！当时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碟片呢，借那录像带看这个什么新乌龙院呢，看旋风小子，哎呀，乐得前仰后合，就这俩小孩太可爱了。那么郝邵文呢，没有释小龙的武功，但是戴这个小墨镜啊，哎呀，经常很搞笑。你包括徐若瑄跟他们搭戏，小师傅你好，拍拍释小龙肩膀，郝邵文在旁边拦着，我师傅不近女色。你看那么点孩子说这话多可乐。阿弥陀佛，小师傅你好棒，我师傅不近女色的，真饭，嘿嘿，还提起拔，金刚哥辛苦了。所以他们当时火的都摸不得碰不得了。但是现在看呢，释小龙后来是学了表演，然后又演了少年包青天，可能很多人有印象。后来在不少片子里啊，基本上就是跑龙套了，就配角了。郝邵文已经基本上就淡出这个影视圈了，后来又回去读书去了，就基本上不再搞影视了。那么这些年我们知道释小龙最大的新闻恐怕是参加一档卫视的跳水节目，他的助理也不怎么淹死了，那个事儿引起了挺大的轰动，好像别的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闻了，就一下子就泯然众人矣。那么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你后来释小龙演了不少的电视剧，但是大家的评价都不高，为啥呢？不是释小龙真差到那程度，而是我们对他的期望值问题。就是小时候他那么可爱，我们总想看到他这种机灵劲儿，一旦要大了，小孩那劲头没了，大家觉得他不可爱了，就他那些形象深入人心，你让他再掰过来演别的，那恐怕不是一天两天能掰过来的。所以你一看他就没达到你的期望值，就没有达到你脑海当中浮现那个形象那种可爱程度那机灵劲儿。所以他过去越是出名，给你留下印象越深，他到大了转型越不容易，他不可能到大了还演小孩吧，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一看他，想起以前印象太深，你再看他就失望，一失望你就认为他现在所有的努力都不怎么地。所以这是童星为什么到大了不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他小时候这形象定格了。就像我们说一个偶像派想转成实力派很难，他总演这种酷酷的，你真让他奔演技派的路子，大伙儿就看他脸了，所以往往忽略他的演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像这个里奥纳多能通过《荒野猎人》这样片子把自己折磨的都远远不帅了，已经变成个胖子了，甚至野人了，他拿到奥斯卡奖。只有这样让大家完全忘掉他以前的东西，忘掉泰坦尼克号里那个帅气的杰克，这才可能他在演技上有提升。所以这需要演员很大的牺牲精神，就是你小的时候越出名，越是有大的光环，这时候越难转。和这种情况类似的，大伙还记得有个童星叫金明吧？是几乎是琼瑶的御用女星，专门演琼瑶戏里的小孩。金明小时候是真可爱，尤其淌眼泪是一绝，大眼睛扑嚓扑嚓的，眼泪掉下来了，这边2滴那边2滴，均匀的往下掉，说不掉就能含到眼睛里头，掉不出来。谁看了都可爱，觉得这孩子真好。可是一晃他大了，你看这些年我也见过金明几次，也挺漂亮，丫头出落着。可是问题是大家一看他呢，就想起小金明的可爱，他演别的你就难接受。有一次他上节目给自己画的那种很时髦的烟熏妆，大家看了不接受了，怎么能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就他的期望值已经在那儿了，他现在这样，或者是另一条道，你肯定心里不接受。还有一个典型就是《我爱我家》里边那贾圆圆，扮演者叫关凌。我不是故意的，你就不能忍着点儿？你没看爷爷练功呢？忍了，我没忍住。
这孩子现在呢，就是当个主持人呢，串个戏。他《我爱我家》一下演火了，可后来串戏的时候，你像什么张小武的《春天》呢，还有什么他演过不少电视剧跟电影，但是基本上都是配角跑龙套的。大家对他这方面的评价呢不是很高，为啥呢？当初他演那个《我爱我家》呀，那是一个就非常好的机遇，千载难逢。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里边，你看什么宋丹丹呢、杨立新呢，这些人都像腕儿捧着他，而且他在里头最讨巧。你记住，小孩演戏，大人抢不过孩子。你这些出了名的成腕的艺术家，最不愿意干的事就是跟孩子同台。就你能耐再大，孩子一上台，大家都看孩子，不看你了，你使多大劲都没用。所以孩子容易抢戏，而且那个贾圆圆那个形象，在我爱我家里特别讨巧，就那么一个孩子。而这关凌身上呢，还有这个小孩那种鬼机灵劲儿，还有一点贫劲儿。就其实你不让他演，要换一个孩子来演，只要是本色演出都能出彩。所以等到他大了之后，你再这个鬼机灵，年龄感没有了。你要再贫，大家认为你贫嘴滑舌了，不好了。所以他尽管到大了以后还演喜剧，已经完全没有小时候那感觉了。所以现在你看金明人也好，关凌也好，都纷纷往主持方向转，就不干以前那行了。就这是聪明的，就你原来给人印象太深，你再想转就很难了。所以童星为什么到大了他有问题？他就是小时候光环太强烈，印象太深了，真要转起来特别特别不容易。你包括美国他也是如此，你像秀兰邓波，这是可能世界范围内最出名的这个童星了，就参演，当时得了奥斯卡奖的特别奖。他有一次过生日，美国人送了他17万件生日礼物，那可以说全美国人没有不喜欢他的。一天天大了不行了，演不了戏了，后来干嘛去？成为美国的联合国的代表，开始从政了，还被派到加纳，成为美国第一任驻外的女大使。后来成了美国国务院礼宾司的司长，就彻底从政。就这他还是非常聪明的，就他能够坚持，就说我原来走这条道不行了，我转型，我努力奔别的方向去。你包括像释小荣这样，后来在武术上有系统的指导我学呀，我演戏什么的，我甘愿做二三流的演员，我坚持我的梦想。像不愿意当演员转型，秀兰邓波这就典型。你看金明和这个关凌开始奔主持这方向走，这都属于就是说我知道自己什么样能坚守坚守，不能坚守我就转型。那么有一些童星呢就更倒霉一点，干嘛？混完了。就是他童星的经历给他带来的不是正能量的东西，往往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你看我记得这个1990年美国有个很出名的电影叫《小鬼当家》，好莱坞电影里边有个鬼精灵是小男孩叫凯文，扮演者呢叫麦考利·卡尔金。哎呀，他把这个精灵小鬼这形象演绎的太到位了，谁看了都喜欢。他那年他10岁，就这麦考利·卡尔金80年生人，演戏那年10岁，结果当时火的都不行了。什么情况呢？天皇巨星迈克尔·杰克逊找他来，咱俩一块拍 MV。迈克尔·杰克逊比他大22岁，迈克尔·杰克逊应该是58年生人，他是这个80年，结果两人成了莫逆好友了。可是后来这麦考利·卡尔金成了吸毒，还被判刑1年，当然是缓刑。就整个这个人彻底就堕落了，总传出这样吸毒跟毒品沾的消息。什么原因呢？他一晃到15岁了，15岁已经到青春期了，你再玩那个精灵小鬼呢玩不动了，就说他的这个演艺生涯到这就要走到头了，原来那形象已经弄不动了。而这个时候他父母又离婚了，这个职业走到了一个尽头，那边家庭又破裂了，他一个10来岁孩子受不了了，就交了一群狐朋狗友，结果就染上吸毒了，到现在成这样。所以这卡尔金呢是这种生活的这个到了十字路口了，他出现变故承受不了了。还有的童星纯粹是自我膨胀堕落了。你像咱们大伙很熟悉的那个贾斯汀比伯，12岁参加声乐大赛就获奖了，然后15岁就出个人专辑了，火的都不行了。可是突如其来的名利他接不住了，自己被这个东西冲昏头脑了，无限的膨胀。有一回他跟他小女朋友到这个迈阿密热队的主场看那个美国 NBA， 就看球觉得我这么大腕跟女朋友来，我得摆场面，整2个保镖站他身后，俩保镖舔胸叠肚的，戴着墨镜西装是怎么着？这俩保镖在他身后站着摆谱可他后头人倒霉了，看篮球你前面站俩人干这个那，结果美国记者看了把这贾斯汀比伯给骂了，你臭摆什么架子，摆什么谱那腕跟你差不多，比你还大，像贝克汉姆这些人来 NBA 看球，老老实实坐那吗？你算啥呀？
所以这贾挺比伯后来又什么吸毒啊，又嫖娼啊，等等等等事出了一大堆，酗酒什么的，就是被这个名和利啊冲昏了头脑，自己把握不住自己。所以你看这个童星成长的过程啊，有时候心理承受压力比一般人要大得多。原来那么出名，现在这样，怎么调整？调整的好的自己另找出路，或者愿意默默坚守；调整的不好的，要么自甘堕落，要么就是心灵受到很大冲击，在心理上产生了变形。当然这里头呢，有一些说也是童星，人怎么大了还继续出名，甚至更出名了呢？这个情况不一样，童星和童星还不一样。我前面说的像秀兰、邓波啊，像金明啊，像关凌啊，这当年出了大名了。往往有的后天发展的不错的，继续成为大明星，甚至比小时候还火的，是他小时候不是很出名。你像咱们现在知道有个叫国民闺女关晓彤，很有名，这孩子17、18，现在他小的时候是个童星，可能有的朋友都不记着。那个陈凯歌那个无极，张柏芝演的角色叫倾城，小的时候你忘了跟谢霆锋小的时候俩人不是什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吗？那个张柏芝小时候那小倾城，当时关晓彤那时候大概是8岁，他演的。所以就说明什么？他小时候没出那么大名。你像那个杨幂和这个陆毅，小时候都演过好多电影电视剧，但是呢，没有给大家留下太深印象，算是童星，但没扎那么深。他后来转型演别的角色好演，所以你再说越是出大名越不好转。但是有这里头也不是没有例外，就刚才我说这个张一山和这个杨紫，他俩现在这势头就非常好，就小时候出名挺大，几乎看过《家有儿女》都能记住他俩。到现在呢也挺受欢迎。什么原因呢？得说这两个人呢有很多优势是他们一些前辈没法比的。头一个优势呢是呢，他们在选择这个影视剧的时候啊，还真下了点功夫。你看你小时候那样子，你到大了要突然间换个角色，大家根本不接受。你看这个张一山有一个电影叫《时来运转》，他在里边演个奶爸，大家不接受，说你那里还小毛孩子，你家有儿女那么点小孩，现在你成当爸爸的了，根本不愿意接受。等会儿啊，把女儿放下。坐着等会儿，爸爸啊。你等杨紫呢，在那个电视剧《心术》啊，就吴秀波演的，在那里边演个护士。开始大伙看着说纯情少女还可以，到后来怀孕挺个大肚子，大家不接受了。那杨紫那孩子家有儿女多可爱，怎么挺个大肚子？所以这两人经过这个风波以后啊，学聪明了。这挑戏时候特别注意。你看杨紫呢后边再挑戏的时候呢，他挑了《欢乐颂》里边演那个小蚯蚓，这个角色很讨巧，说话叽叽喳喳的，有时候还挺令人讨厌的，特别像呢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谙世事。那么张一山呢选择电视剧网剧《余罪》，这《余罪》里边他演着有点痞，吊儿郎当一个警察，当卧底，大伙看着挺舒服。而且这样的戏呢，他们都从小年轻演起，一步一步拍第2部、第3部的时候呢，肯定后边会涉及到结婚生子。等到演到那时候，大家有个铺垫了，你这时候演这个了，跟小时候那形象接得也挺近，好像是个自然的成长过程，一步一步就过来了，大家一点点就会接受。就说挑什么样的戏，有没有一个过渡角色，这个对童星来说特别重要。再有一个呢，这张一山和杨紫这个时代啊，是互联网时代，就这两个人基本没离开过大家视野。演完那个《家有儿女》之后呢，每年有什么事啊，你在网上总能见到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一天天长起来了，你能感受他成长的过程，就我们有一种伴随成长的感觉，没有觉得他一天天怎么突然间就变大了，没这感觉，所以你很容易接受他变大这个事实。所以这是互联网时代呢，把这个演员艺人呢，他的生活一下子和我们拉近了。所以这两个人呢，既有自身演技啊原因，也有挑剧本的原因，也有这个互联网时代带来的这种亲和感的问题。但是不管是哪一样，童星这条道都不好走。难在什么呢？当名和利来的时候，你自己小孩你还不成熟，这不成熟的人怎么能够承受名和利给自己带来的诱惑和考验？这个特别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如果你孩子真有这天分，你想想，你是选择让他现在就出名啊，然后你从他出名当中家长获得虚荣心满足啊，还是获利啊，还是让他拥有一个健康完整的心态，然后度过自个儿的童年，一步一步长起来。张爱玲有句话，出名要趁早，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毒草，
把很多中国家长都给忽悠了。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一个健康平和的心态，你让他打小就名气大了，他到大了很难接得住自己。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里头这个孩子呀，展露出这种文艺细胞来，家长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我们再反过看，有很多粉丝追捧这些小孩，追捧童星，你也要想想你怎么爱护这童星。如果你给了他很多的压力，狂热的追捧他本人，孩子是接不住这些东西，他幼小的世界很难承担这些东西。你像咱们现在很火的这个 TFBOY，就左手右手什么慢动作重播那个啊，火的不行了。现在这些孩子都不敢上街，上街粉丝一见尖叫啊，怎么着的？这对于他们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说，如果家里有孩子要成长为童星，你要先考虑童星给他带来的副作用。就像伤仲永啊，仲永生5年，未尝识书句，忽提求之，完了就只悟书诗4句，厉害了。他爸爸一看这个日版仲永还业于一人，不使学，复利其然，就从中获利，还虚荣。最后伤仲永，仲永大了，泯然众人矣。你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副作用。那么作为粉丝来讲呢，你爱护这个童星，你得怎么爱护？减少对他生活的关注度，多关注他的艺术作品，恐怕这是我们对童星应该有的一种态度。只有你这样，才有利于童星健康的成长，能够他到大了的时候，也能给我们奉献出很多艺术上的精品。